今天砌砖切石终于实现了水循环，还是翻车了。水井池经过打造，总算通过了防水测试，48小时水位下降了10厘米左右，这样的面积完全在合理范围之内。为了确保防水层的稳定和安全，听从大家的建议，给防水层表面武装上保护。去安置裸露肯定是不能承受接下来的改造。最主要，这种材料表面不仅光滑，同时也影响了粘连性。挂网刮灰不但可以降低水泥凝固后开裂的风险，更为之后贴砖增加粘连的保障。不出意外的话，意外就要来了。前一秒还是艳阳高照，下一秒就是依萍找他爸借钱那样的大雨。无奈的我只能默默地看着。当想法照进现实，必先苦其心志，劳其筋骨，饿其。完蛋了，2月红求药的雨又来了。改造之前我是仰望了星空，到头来还是付诸东流。不过这次也检验了加固后的山崖，现在遇到大雨也不用担心有泥土会被冲下来了。水池凝固还需要一定的时间，先处理排水沟的问题。前院地面整体水平是往水池正面倾斜的，除去预留下水的部分，排水沟还有12米需要覆盖。怎样既能阻断水流进水池，还能弱化其存在成了关键。在商场找到了灵感，这种线性排水沟设计就完全契合。盖板每块长度是1米，材质是3毫米不锈钢折弯焊接的，中间3条线形结构就是漏水口。排水沟受水池形状的影响，宽窄并不规则，如何在保证漏水口排成一条直线，同时还要与地面形成一定的坡度，是这次改造的难点。水池还是听从大多数的意见，做个过滤池。此前基础挖掘的时候，就把这里下沉了20厘米，就是备用的这个功能，并且已经预埋好了所需的管道。过滤池就用红砖隔成了4个独立的空间，每个仓之间在高于地面20厘米的位置预埋了4根110的下水管连通。之前有宝子疑惑过滤池为什么不在基础浇筑的时候就砌好，其实看形状就知道，过滤池的防水工作不仅很难开展，防水的面积也会增加很多。相反，防水测试通过后再砌过滤池就省去防水。看着不大的过滤池，硬是从早上干到晚上才砌好，刮痧灰就有点具体了。每格过滤池的空间不足半平方，在这样的条件下还要把墙面刮平整，显然是很难实现的。这里之后也是封闭的空间，并不影响什么，但是老爸还是很执着，即便已经到了深夜，依然还是那么认真。对比之下，我刮的就要粗糙很多，刮平是技术，刮不平是艺术。可能是想着之后还要贴砖，我是技术和艺术的结合。晚安。今天趁着过滤池还没有干，先把排水沟的石板贴上。排水口与路面之间的宽度不一，每一块石板都需要经过实际测量后才能切割，这一步也是非常耗时费力。石板用的尺寸是600乘900，厚度是3厘米，并没有选用地面的规格，不仅是为了方便切割，主要是之前地面为了过车，石板是5厘米厚度的，而预埋的线性排水沟也只有5厘米的高度。切好了，我们去试一下，会不会翻车？没问题。看似容易做事难，石板切割比预想的要慢很多，切割一块差不多要用掉10分钟，正常的速度就是这样的。预计的1小时，结果用了3小时才把内侧正面加工好。为了保证水流的顺畅，外侧面也同时加工进行了铺贴。最费时是要找出两边的石板水流坡度，两侧的水平正好相反，才能呈现出 U 型。当想法的轮廓在现实中渐渐清晰，所有的努力只为更好的结果。改造之后的排水沟更简洁，也能有效地阻断水流入水池。今晚仿佛又回到了熬夜上网的状态。今天过滤池差不多能够蓄水了，先把翻水管安装上测试看会不会翻车。过滤池的水靠3个底隙和2个面隙流入，为了控制流入的水流，用下水管制作的简易的 H 拔管，因为还有些材料还没有到位，这次只是安装先蓄水测试。过滤池一共4个仓，仓与仓之间预留了4根110的翻水管，想要水有好的流动性，每个仓之间的水位都有所不同，沉淀仓就低于水位线15厘米，毛刷仓和藤棉仓还有清水仓就在此基础上逐步降低10厘米。OK 了，兄弟们，现在水放满了，你们猜会不会翻车？过滤池之间的水位还是比较平稳，翻水管流量还是急促，现在水池总算有了点动静。
兄弟们，再加一个水泵，增加它的水流。现在把管道加长，给它制造点水浪。2个泵水流完全供不上，4个翻水管根本无法满足。不过现在还没有接上循环管，接上后水流会变缓。最后再测试线性排水沟的情况，地面的水现在可以完全被阻断，两边预留了检修口，对应的下方就是沉淀池。